女孩在路边要了一个三明治，吃完她却不想结账。她问老板多少钱。 다치면 바젤린, 배고플 땐 토스트, 돈통 괜찮아. 只见他拿出2只破烂的鞋子。 이거면 1000원 되겠지. 하나에 500원씩. 받아. 看着手里脏兮兮的鞋子，男人竟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他叫大贤，小时候的一场煤气中毒事故中，爸爸用尽全力把他推出屋外，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大贤因为脑部缺氧，智商停留在了10岁，同学们都嘲笑他是个只会傻笑的傻瓜。他会偷偷在琴房外看同班女生练琴。 每次被志浩发现，大贤就会害羞地逃跑。这天，志浩放在琴房的钢琴被大火烧毁，老师找来所有同学，可没人承认，因为大贤总喜欢来这里听志浩弹琴，所以大家就认为一定是他干的。志浩也哭着责备他：“你가내 편에 불을 했어! 왜 내 편에 불을 했어 이 바보야! 가! 내 눈앞에서 사라지란 말이야! 가버려!” 面对大家的质疑，大贤没有做任何解释。校长找来妈妈，决定开除他，因为这次烧钢琴。 下次还不知道会烧什么东西。妈妈相信儿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，可面对一言不发的大贤，妈妈无奈只好领着他离开了学校。其实大贤看到是善宇不小心把火柴扔到钢琴下，才导致了钢琴被烧毁。他没有把真相告诉任何人。看着大贤离去的背影，善宇很是愧疚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大贤的妈妈因病离世，留下他和妹妹相依为命。他每天起床先给妹妹做好早餐，盖上各种盘子进行保暖。 然后放在妹妹门口，再出去工作。为了更好的照顾妹妹，大贤在妹妹的学校门口摆摊卖三明治，这是妈妈生前教会他唯一会做的美食。吃过的同学都赞不绝口，大家亲切地给他取名“傻瓜三明治”。但妹妹却觉得有这样一个傻哥哥很丢脸。우리도 바보 토스트 먹자. 妹妹从未向别人说大贤是自己哥哥。 난 토스트를 우주에서 제일 싫어해. 每次经过哥哥的摊前，他也是加快脚步。大贤并未因此生气。 反而看着妹妹的背影傻笑。闲暇时，大贤会坐在山坡上，10年如一日的等待志浩的出现。原来志浩在10年前出国读书了。长大后的善宇经常会来找他玩，或许是因为愧疚，这些年他对大贤一直很照顾。这天，大贤像往常一样独自在山坡上，终于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原来是小时候喜欢的志浩回来了。大贤不敢相信的急忙揉了揉眼睛，在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后，他激动的连滚带爬来到志浩身边。지효다。 志浩被这个傻乎乎的男人看得很不自在。저 아세요? 반가워。 看到志浩没有认出自己，大贤开始不停道歉，然后迅速转身逃跑。可他并没有跑远，而是躲在角落里继续偷看。当被志浩发现后，他便再次跑开，慌乱中还跑丢了一只鞋子。志浩疑惑他为什么看到自己就跑。他捡起大贤掉落的鞋子，绑在行李箱上带回了家。第二天，志浩在家门口再次看到了大贤。这次他终于想起眼前的背影，就是小时候那个一直在琴房外偷偷看自己弹琴的男孩。他热情地上前和大贤打招呼。大贤看到自己被志浩认了出来，他先是一阵惊喜，然后又开始紧张起来，躲在电线杆后面不停地向志浩道歉。道完歉后，他便仓皇逃走。他也再次跑丢了一只鞋子。志浩看着地上的鞋子十分疑惑，他不明白大贤为什么会躲着自己。这天，志浩来到大贤的小摊前，大贤被吓得急忙躲了起来。看他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志浩笑着说让他给自己做一份三明治。由于太过紧张，大贤不小心把糖罐直接扣在了三明治上，这让一旁的志浩忍俊不禁。他接过大贤递过来的三明治吃了起来。맛있다。听到喜欢的人说好吃，大贤傻傻的笑了起来。这时，志浩拿出大贤之前掉落的鞋子，笑着说着应该够一个三明治的钱了吧。他把鞋子交给大贤就转身离开。大贤穿着这双失而复得的鞋子开心的奔跑，以此来表达内心的喜悦。晚上，志浩又看到躲在门口的大贤，他又像之前一样准备逃跑。这次志浩叫住了他，他问大贤为什么总是躲着自己。 너 왜 나만 보면 자꾸 도망치고 그래? 말해봐. 大贤委屈的解释。 지효가 나 보는 거 싫어한다. 지효가 나보고 저리 가라고. 나 보기 싫다고. 눈앞에서 사라지라고 그래. 志浩想起这是小时候责骂大贤说的话，没想到他一直记在心里。他心疼的看着大贤，告诉他自己以前说的话不算数了。 그러니까 나보고 이제 도망치면 안 돼? 알았지? 听到这话，大贤开心的傻笑起来。 진짜? 좋냐? 진짜지? 나 안 보이지 않아도 되지? 看到这么冷的天，大贤还穿着破洞的鞋子。志浩从家里拿出一双保暖的皮鞋，并贴心的帮他换上。穿着喜欢的人送的鞋子，大贤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，生怕鞋子被踩坏了。他开心的甚至忘记和志浩说声再见。深夜，天空飘起了雪花。志浩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阵笑声，原来是大贤在楼下不停的转圈。
他好奇地出门来到大贤身边。 여기까지 온 거야? 그리고 지호 피아노 소리. 지호가 피아노 치면 눈 내린다. 听到大贤提及自己的琴声，志浩脸色变得有些沉重，儿时的回忆浮现在眼前。初登舞台的他由于紧张忘记了弹奏的曲子。这时窗外传来熟悉的歌声，原来是大贤在提醒志浩。志浩因此顺利完成了当晚的表演。他们来到路边吃起热腾腾的包子。志浩告诉大贤，他因为一场车祸留下了心理阴影，从那之后就再也不敢触碰钢琴。他告诉大贤自己现在很痛苦。大贤在听到车祸时愣了一下，然后便开始对着志浩微笑，仿佛在告诉他要笑着面对一切。大贤带志浩来到他每天都会去的山坡。志浩问他为什么喜欢来这里。 별 기다리러. 여긴 하늘이랑 가깝고 여기 높은 데 있으면 지호 오는 길 다 보여. 志浩的内心充满感动，没想到自己竟是大贤心中每天期盼的星星。大贤每天都会看着妹妹放学从小摊经过，可这天直到很晚也没见妹妹的身影。等得犯困的他不小心被铁板烫伤了手。这时志浩刚好路过，他让大贤不要着急，说不定妹妹走别的路已经回家了。他陪大贤一起回家寻找。当看到妹妹房间亮着的灯，大贤心里悬着的石头才总算落地。他急忙推开门询问着妹妹，可换来的却是妹妹不耐烦的一顿指责。 뭐 하는 거야 지금? 내 방 절대로 들어오지 말랬지. 나가. 알아서 잘 들어왔으니까 나가라고. 大贤道歉着小心关上房门。原来妹妹上课时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就提前走别的路回来了。虽然被妹妹骂了一顿，但大贤却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因为妹妹平安无事就好。这心酸的一幕被志浩看在眼里，他满眼心疼。就在他向大贤挥手告别时，却看到了大贤被灼伤的手掌。志浩急忙上前询问情况，并帮他包扎了伤口。知道大贤这几天手不能碰水，志浩又贴心的帮他洗了头发。大贤在水中仿佛看到了妈妈的影子。收拾一番的大贤精神了许多。 야, 너 이렇게 보니까 되게 잘생겼다. 志浩说着竟有些害羞起来。大贤开心的在院子里转起圈来。 반짝 반짝 작은 별 아름답게 비치네. 반짝반짝 작은 별 아름답게 비추네. 两人竟不约而同唱起了那首小星星。这天大贤听几个学生说妹妹晕倒了，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他大喊大叫的冲进学校，背起妹妹就往医院跑。这时老师拦住他，问他是谁。 저는 얘 오빠예요. 저는 지인이 오빠고요. 얘는 제 동생이에요. 这下同学们都知道了他们是兄妹关系。等来到医院，大贤这才发现自己的鞋又跑丢了。看着醒来的妹妹，他却不敢靠近，因为妹妹说过不喜欢他进自己的房间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妹妹肾脏出现了问题，需要做换肾手术，而大贤的肾却跟妹妹的不匹配。就在大贤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善宇来到了医院。 他让大贤先回去休息，自己留下来帮他照顾妹妹。可当大贤再次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靠在志浩的肩膀上。他自责地说弄丢了志浩送他的鞋子。志浩让他去妹妹的病房，里面还有张小床可以休息。可大贤却笑着说妹妹不喜欢离他太近。志浩送给大贤一双新鞋，并给他留了一张纸条。 이제 다시는 잃어버리지 않기. 此时的大贤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医生来到妹妹的床前，他给妹妹讲述了大贤这些年的遭遇。父母离世后，年幼的大贤便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。他拼命赚钱供妹妹念书，承受着不该他这个年纪承受的苦难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妹妹有些动容。她从来没有替哥哥着想过，反而是嫌弃他朝她发脾气。另一边，病房传来了好消息：善宇的肾脏和妹妹的相匹配，并且他自愿捐出肾脏来救妹妹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大贤开心的手舞足蹈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妹。这次妹妹让大贤进来。进到房间的大贤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妹妹注意到他手上的伤，她开始心疼起哥哥。 왜 그래 왜 바보같이 다치긴 하고 다녀. 왜 그러고 다녀. 나는 어떻게 그렇게 챙겼어. 妹妹流下了愧疚的泪水。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善宇却遇到了麻烦。为了保护女朋友不被欺负，他跟一个混混大打出手，还不小心弄伤了手。混混找来几个朋友，决定给善宇一点教训。 전현을 쫓아가. 그 새끼한테 안내할 거다. 네. 근데 그놈 어떻게 생겼죠? 손에 붕대를 감고 있다. 善宇的女朋友找到大贤，询问善宇去了哪里。
大贤说他现在应该在医院，结果同样缠着绷带的他被混混误以为是目标，晚上大贤就被他们盯上。 야 성수야, 네가 남상수냐? 大贤看到对方手里的砖头，明白他们是来找善宇麻烦的。而此时的善宇正在医院和妹妹换肾，想起妈妈去世时让他好好照顾妹妹，大贤此时心里有了决定。为了保护好朋友，他像当年一样傻笑着不做任何解释。就这样，大贤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大雪中，终于身体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。大贤拼命去捡志浩送他的鞋子，他曾保证过要好好保管，可任凭他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。此时的鞋子近在咫尺，却又远在天涯。大贤就这样倒在了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。不久，妹妹康复出院，在拿哥哥的死亡证明时，工作人员问他们是什么关系，妹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她哽咽着一遍遍地重复： 제 오빠고요. 제가 그 사람 동생이에요. 就像当时哥哥背着她那样。 얘 오빠예요. 지인이 오빠고요. 回到家的妹妹来到哥哥的房间，看着屋顶大贤密密麻麻写的提醒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傻瓜哥哥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却能把她照顾得这么好。字条上记录着妹妹所有喜欢不喜欢的事，这一刻妹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后来志浩战胜了内心的恐惧，再次走上舞台弹奏起了曲子，这是他送给大贤的礼物。我们身边也有这么一个傻瓜在默默爱着我们，他们不善言谈，或是爸爸妈妈，或是哥哥姐姐，他们不求回报的付出却被我们忽视。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，那一定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，请珍惜身边爱你的家人。